宋金战争时期啊，是名将辈出，特别是岳飞和完颜宗弼，也就是小说中的金国四太子金兀术之间的大战，精彩纷呈。而且啊，金国的铁浮屠拐子马在岳家军成名之前，那基本上就是无敌的存在。话说金兵攻辽灭宋，横扫一切，经济水平也提高了，所以啊，盔甲装备也急剧增多，使铁浮屠拐子马呢作战能力是大幅提高。所谓铁浮屠，就是武装到牙齿的重装骑兵了。铁浮屠啊，一般是2层铁甲，质地坚硬，头盔啊把整个脸包裹起来，只露出双眼，因此啊，在正面冲击之中啊，敌军的什么弓箭、长枪，那是难以穿透金军的战甲。虽然铁浮屠是否是3人为5、冠猥琐尚有争议，但无论防护力、冲击力还是作战意志，那都是无可挑剔的。完颜宗弼以拐子马铁浮屠是所向披靡，但是已经有一些抗金名将使完颜宗弼吃了亏。首先呢，给完颜宗弼教训的是大宋西军将领吴玠。1130年和尚原之战，1134年仙人关之战，完颜宗弼都吃了亏。在和尚原、仙人关的地形之中啊，金军骑兵施展不开，吴玠依托险阻，以弓弩巨石防御，并不失时机的迂回反击。金军骑兵缺乏活动空间，甚至啊，有的部队摔下山谷而死。而就在岳飞郾城之战前几个月，另一位抗金名将刘琦也教训过完颜宗弼。刘琦是依托坚城，以多种手段疲弊削弱金军战斗力，比如啊，战前往河水里放毒，可把金军给祸害完了。随后发起突然进攻，一举取胜。吴玠破金军之法只能在地形复杂的防御作战之中才能使用。刘琦的破金军之法，其矛可一可二，不可再三。要想在野战中正面扛下金军精锐骑兵集团，那还得靠岳飞。那岳飞靠什么呢？北魏军。在岳飞经历多年整合训练而成的岳家军之中啊，含有12统治军。北魏军、前军、右军、中军、左军、后军、游弋军、踏白军、旋风军、圣节军、破敌军以及水军。而北魏军作为其中的特种部队，那更是精锐勇悍。北魏啊，是党项西夏语的音译，尽管有多种解释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支部队的战斗力极强，史称勇健无比，凡有歼敌，前北魏军无有不破者。当初啊，南宋名将韩世忠的部队首创北魏军。随后啊，岳飞也建立了自己的亲军部队。作为岳飞手下10几万军队中的主力中的主力，北魏军的军事啊，全部都是从岳家军中优胜劣汰、精中取锐之选。这支总人数约为16000人的部队，其中8000人为南宋军队中绝少拥有的骑兵部队。另外还有8000多人，则为精锐步兵，马步结合是勇不可当，是岳家军中的突击队和敢死队。北魏军的总统制是岳云，在战斗的时候，北魏军是战术多变，常常分成多个独立战斗小组，紧密配合。与敌人作战的时候，他们往往在距离敌人100多步的时候就放箭，然后用短弩射马，再用长刀对劈，迅速冲锋，集结再冲锋。这种马步结合的战术，使得军队战术灵活，杀伤力巨大。岳飞对于北魏军的治理啊，很是严酷。岳飞的孙子岳珂在《鄂国金陀粹编》中记载，岳飞训练岳家军，尤其是北魏军，要求平时训练必须身着重铠，模仿实战冲击，苦练冲陡坡、跳壕沟等战术动作。有一次啊，岳云驾驶战马在训练中跌倒，岳云解释说，是因为平时很少练习这个动作。岳飞大怒，说如果是实战，那也是这样吗？盛怒之下，就要将岳云推出斩首。幸亏众将是苦苦哀求，才改而重责100军棍。1140年，岳飞北伐，宋军得到义军相助，是推进迅速，很快占领了河南大片地区，集兵开封。完颜宗弼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机会，宋军在推进中兵力较为分散，岳飞所在的郾城兵力薄弱，擒贼先擒王。正当此时完颜宗弼发动15000名精锐骑兵直扑郾城。
完颜宗弼原本企图以袭击之法一举取胜，但其行动被岳家军的侦察部队发现，袭击战遂转为堂堂阵战。当时岳飞身边只有被围亲军和部分的游击军，兵少而精。岳飞决心以此精兵正面迎敌，精兵对决由此展开。岳飞首先下令岳云率领骑兵进攻，必胜而后撤，如不用命，吾先斩汝意。绍兴10年7月初8，郾城大战开始。完颜宗弼命令正面用人马披甲的重装骑兵铁浮屠主力进攻，两侧则采用精英骑兵部队拐子马加工冲击。15000名骑兵气势汹涌而来，后面还跟着数万步兵，试图将岳飞主力全部击溃。郾城之战，当时两大名将即将激情碰撞，被围军营官人即将名震天下。